大家好，我是金建。那这一个系列的视频啊，我想介绍一下用财务管理项目。首先呢是做一个总体的介绍，这是一些声明。很多人讲项目管理啊，会讲怎么管理风险，讲怎么管理交付，讲怎么管理跟客户的关系。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只是在执行层面。如果你从更高的层面呢来看待项目，从企业的运营者，从公司的老板来看待一个个项目，角度呢会不一样。小公司可能只有几个项目在运行，老板呢可能会看看项目上具体的工作。但是呢，对于一些大的公司，同时有上百个项目在运行，这个时候老板就不可能详细的去看每一个项目运行的情况，老板只能用一些工具、方法、标准，使用一些报表来分析项目的情况，而其中呢，财务也就是钱方面呢是很关键的因素，能够用来衡量不同项目的情况，提供很直观的说明。那项目管理里边呢有 portfolio management 这个概念，按 PMI 的定义portfolio management 是高于 project management 和 program management， 主要的区别在于 project management 是单个项目，重点呢在交付， program management 是管理多个互相关联的项目的集合，协调和统一整个项目级的标准，而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管理整个组织的多个项目，为了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达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 project management 是交付program management 是管理portfolio management 是运营。那我这一个系列的视频标题是用财务管理项目。那其实具体的内容来说是比较贴近 portfolio management， 但是 portfolio management 这个概念呢，按 PMI 的说法其实包括了很多东西。那我担心我起一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的标题，但是呢又讲的不完整，或者呢没有足够的实际应用的例子所以呢我这个系列的视频还是叫用财务管理项目，更多的是从我实际的经验出发，通过介绍一些管理项目财务的具体的例子，来让大家对项目的运营有一定了解。另外呢，要特别注意的呢是 CFA 金融分析师里边呢也有 portfolio management， 这个呢跟 PMI 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财务模型，那普通的项目经理做项目可能想到的是交付，而咨询公司的老板呢想到的是运营，要能挣钱。所以管理项目的财务的时候一个最关键的指标就是你能不能挣钱。既然要挣钱呢，就要收入大于成本。在整个项目的过程中有很多要素会影响成本，比如人员成本。做项目总归要有人去花时间做，要出差，要住宿，要打车。其实成本呢，从前期销售打单呢就开始了。不管这个合同有没有签，销售人员的工资和出差呢是实打实的就付出来了。另外呢，咨询公司的 HR、财务、法务人员成本还有电脑租的办公室这些成本呢都会包含在我们的 Finance Module 里边。就好像你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它的成本呢不只是牛奶和咖啡的钱。那咨询公司为企业做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的成本呢也不会仅仅是几个顾问的人天。当然这些成本呢，咨询公司不会列出来给客户看，都打包在项目的报价里边。所有的企业的财务都有3张主要的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损益表。那项目的财务也可以看作一张损益表，收入减去项目人员的成本，减去 capital charge， 这个我后面会讲，再得到呢合同的收入，再减去这个 PD cost， 就是销售的费用，减去各种管理费用，再得到 operating income， 营业利润。那这里呢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随着咨询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复杂，项目中的损益需要记录和分析的内容也越来越多。比如 service group，
那有些项目呢是跨部门的，那来自不同部门的顾问呢都会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这个时候啊，怎么按部门来分摊成本，又怎么分摊利润，这又是要具体分析的部分。那所有这些细节的要素组成了这个项目的 financial module。那如果大家对财务稍微有了解，都知道啊，每个月财务都要做月结，出报表。那上市公司啊，每个季度啊都要发布季报、年报，还有业绩指引之类的。那为什么要每个月都财务的分析呢？那因为啊，我们看财务报表呢，不能只看一个月，要把几个月的财务报表啊合起来看。有的呢要把几年的财务报表啊合起来看，要看它的变化和趋势。那某一份财报上显示利润1个亿啊，这说明不了什么。如果去年利润1个亿，如果去年利润1.2个亿，同比减少了，说明啊在走下坡路，股价呢就会下跌。那项目的财务啊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个普通的项目啊会持续半年到1年，有的项目还会做好几年。那项目实施过程中啊，每个月都要分析项目的财务，来看项目的变化和趋势。比如签合同的时候，合同总价呢1000万，8个月的项目，每个月100万的成本，总的成本呢是800万，1000万减800万，大概能挣个200万啊。等过了2个月呢，发现我的成本呢花了250万，比计划呢多了50万。那这样呢，等整个项目做完，那我的利润呢就少了50万，这呢就有问题了。所以呢，你不需要等到项目结束才发现问题，通过每个月项目上的成本的变化来及时发现问题，这呢就是一些工具和方法。老板呢不会去看具体的交付，他看的是财务的指标，通过财务来分析项目运行中啊发生的问题。好，总结一下，通过财务来管理项目呢，其实就是 portfolio management 概念。我们呢不能只局限于交付，要站在企业的角度啊来看怎么运营项目。项目的财务呢，其实也是普通财务管理的概念，也是由很多的成本要素组成，也是要通过报表啊来看项目的变化和趋势。我作为一个非财务背景的人呢，讲的这些内容可能还不够深和透，但是呢，我希望通过介绍我的一些实际经验呢，让更多的人呢了解这些管理和运营项目的方法，让更多的国内的企业啊开始应用这个 portfolio management。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谢谢大家。